啊，这能好走吗？这可以。你别走那儿，小心掉下去。包鞋提下来。等一下，小心我的手腿！抓紧，抓手腕吧。你挪开！我叫刘畅，是东北那嘎达的。我擅长打网球，我的网球跟我的枪法一样稳准狠，个个命中头。他们都叫我军营小李娜。大家好，我叫唐露西，我是一个四川女娃娃，大家都喜欢叫我小包子。可是我一点都不肉，我可是一名专业的女司机。你们的叶哥又回来了，我们班已经组建1年多了，这次我要带你们看看我们是如何挑战不可能。如果此次考核成绩判定为合格，我们女子侦察班将有机会参加上级的各项比武演练。如果判定为不合格，我们就继续练。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时，我将于36小时以后在这里静候大家归来。同志们说，加油！加油！快！要真！女兵们走的这道上坡路是密林里碎石最多的。在唐露西即将驾车通过的时候，偏偏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雨。有很多陡坡，一边是山体，一边是悬崖。悬崖有500-600米之高，一旦翻下悬崖，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唐露西驾驶4吨重的车辆上坡时，意外发生了。快点，小姐滑了！刹车！因为这个坡度有点陡，然后上去的时候油门力度不够大，然后所以导致它上到半空中，然后滑下来。本来这就石子路不好走，然后再加上下雨，使这个路更滑。一边是山体，一边是悬崖，危急关头，唐露西还能否在困境中想出解决的办法呢？如果我们滑到右边的坡下面的话，车肯定会翻车。最终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我把方向盘往左打，让车滑向左边山体的那一侧，然后有一条小河沟，然后沟里有很多石头可以拦住车轮，不让车继续往下滑。唐露西想到的这个办法本意是想防止车辆落入悬崖，但却让车翻到了河沟里，发生了又一次意外。班长，快过来！人没事吧？没事，就是刚才我们走到那个坡顶的时候，这个车就突然没有了动力，然后它就使劲的往下滑，也可能是因为下雨天路太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我又怕大家掉到山下去，然后就使劲往里面打方向盘，现在都全部卡在沟里了，怎么办？没事，那个你们两个去把搬石头垫轮子在前面，然后你们两个搬石头垫轮子在后面，来，快！时间1分1秒过去，如何想办法把车从沟里拉出来，成了女兵班需要立即解决的难题。我们看下面垫石头，垫那种小的摩擦石墙，那边。我们家是上车，前缘靠边，远离车身。几经周折，还是没能成功。唐露西决定用铁锹挖出一条路来。那么，这个土办法能否成功呢？我们找出了我们的工兵锹，把前轮的那边，就是车要驶向正常路面的那一小节，我们用工兵锹挖出了一小段斜坡，其中我们还是向车轮下面垫了不少石头。
不负众望，唐露西他们终于摆脱了第一道难关。不过，还没行驶出2-3米的路程，又一道难关摆在了他们眼前。挡住了，砍刀，山脚砍刀。可以。去拿砍刀，拿锹。应该是先下的雪，然后树可能是后来下雨，然后雷把树劈倒了，然后这个树倒下来了，所以导致这个雪没有化。它现在拦住了我们车前进的方向，我们需要把它清理掉。大家都过来吧，2个人，李浩到，李浩和那个刘畅把树枝往左边捡，然后那个拿锹的，我们把雪往另一边铲，把这半边铲出来就差不多了，我们车可以通过就可以了。密林深处，人迹罕至。这棵倒下的松树还盖住了许多冻土，如果不及时清除，将会耽误大家很多时间。困难接踵而至，给了这群年轻姑娘们不小的心理压力。慢点，可以，太棒了，过去了，太好了。此时，唐露西和战友们已经激动到达了密林最深处，但是四周白雪皑皑的群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车辆已经不能够再往前了。女兵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全员集合！唐斯丹到，刘畅到，你们俩前面看一下有没有路。是。由于前面已无行车大路，女兵们决定翻过这座雪山。李浩到，对，车辆先伪装。其他人，你们准备一下东西啊，还有我们的护目镜、绳索。我们看了一下，刚刚看了一下地图，应该没有走错，所以我们应该必须要翻过这座雪山。准备一下，是，准备一下东西，不在，是。大家东西都带齐了没有？带齐了。手套带了，还有镜、锹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好，我们这个山啊，这个雪有点滑，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路上啊。好，出发。原来，女兵们在翻越雪山的同时，已经进入了考核的第2项内容——徒步渗透。通过雪山时，大家可以看到，雪上面有很多泥土和石块，其实这是因为雪崩和山体滑坡造成的。他们通过雪山时非常危险，因为很有可能再次发生雪崩和山体滑坡。看似寂静的山谷，却暗藏着许多危机。山体滑坡导致积雪中间还夹杂了许多黑色的石块，还有形成了许多很深的沟壑。沟壑下面是地下河，地下河就是冰川上面融雪形成的，水又冰冷又湍急，稍不注意，假如人掉进去的话，稍不注意就会被冲走。唐露西是南方人，没见过黑色的雪，更没爬过黑色的雪山。担心拖后腿的他，虽然打起了12分精神，只是状况还是发生了。你们走这块啊，这能好走吗？你别走那儿，小心掉下去。积雪形成的沟壑直通地下河，一旦塌方，整个女子侦察班都会发生坠河的危险。所幸唐露西被卡住在了沟壑中。抬一下，先拽下他胳膊。刘畅先起，来，先起来，来，卡住了。我包里有绳子，我包里。下去，帮先提下来。小心我的手，把绳子给它绑到腰上，往下绑一点，卡在雪湖下面。拉，然后等会儿，我们2个人拉手，然后2个人拉绳子。等一下，绳子没有绑好。班长想了一个办法，让战友们找来一根绳索，捆在我们的腰间，然后大家齐立在冰坑上面，
然后将我们拉上去的。等会儿，抓紧，抓手腕吧，抓手腕。来，我数1、2、3起来，1、2、3。转一下，挑战一下，能不能转？我感觉它崴到了，还是撞着了，反正能不能转？能不能转一下？转一下。对，来站起来，能站一下吗？3、2，流畅。到，以后唐诗兰扶着唐露西走，其他人成员那些集合。这是前进，小心一点，慢慢走。实在不行，你就休息啊。是，走。这一次，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杨烨特意安排了队员的先后顺序。他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负责探路和开路；断后的是体力好、熟悉高原的刘畅，其他几名年轻战友夹在中间。这种坡度，这样的高度，唐露西和战友们此前从未挑战过。走，跟上 ，Let's go！ 来，加油！马上就到顶了，加油！加油！再坚持一下。哦，小心，踩稳。我们很多时候考虑到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女兵能不能胜任此项任务，更多的时候就是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意识。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好，1、2，好！我们到底了！班长杨烨的方法很有效，女子侦察班顺利翻过了这座雪山。但唐露西的几次状况都让他们耽误了不少时间。接下来的任务，女兵们能顺利完成吗？太冷了，太冰了。你看一下后面的，接一下后面的。冷不冷？还好。哎呦，我感觉太凉了。河道里的石头很滑，这时孙卓越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手拉手过河来维持平衡，不容易滑倒。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很容易引发另一个危险情况的出现。踩稳了，侧着过，这边往这边，侧着，手前侧着，对。一挪，慢慢挪，不要交叉过，慢慢挪，不要交叉过，对。慢慢挪，不要交叉过。啊！加油！3名女兵相继落水，更严重的是中间的孙卓越没能抱住独木桥，被湍急的河流直接从桥下冲走。其实我是不会游泳，从来没有下过水。我的脚不小心滑了，然后我就往下掉了。左野老兵为了拉我，然后他自己也掉下去了。然后我刚好卡在原木上面，左野老兵往后仰了一下，就从原木下面一下子就滑走了，然后被冲了很远。虽然孙卓越出发前已经经过了强化练习，但显然他也低估了任务的难度。我从水里找了半天才能看到他一只脚，然后拽着他的脚，然后把他拽上来。拽上来之后，他自己也是抱着我哭，就是说班长，我害怕。没事。惊魂未定的孙卓越在自己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担心的却是战友的安危。一起落水的战友经历这次危险后，也让女兵们更加懂得战友情的可贵。大家柴剪的差不多就过来吧。等一下，等一下，找了！啊，快找起来，我们要冻死！把那个鞋子和袜子还有衣服在火里面烤一烤。是。考核才进行到1/3，女兵们落水的同时，她们这几天补给和伪装的背囊也一起被河水冲走了。没有了食物，接下来的行程她们注定难挨。这时，班长杨烨提出了一个办法。
下这河里有啥？你看那里，哎，那个东西，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有点像鱼啊？哇！班长，快来看，这里有好多鱼！鱼，快点，班长，我们今天有口福了。你过来。真的假的？真的，你看那个河里面那边。我们今天要下去抓它吗？我们上来可以烤鱼吃。太棒了！班长给女兵们明确了分工：挖灶、捡柴、抓鱼、烤鱼。这让女兵们的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也让她们开始充满信心，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哇，太棒了！你的手，来一条，太强了！天哪！对，好不好吃？好香啊！快给它吃掉！啊，谢谢。好香啊！好嫩呀！好幸福啊！这是女兵们从零大闯关中难得的轻松瞬间。班长杨烨知道，既然选择了继续完成考核，那么接下来的路注定不会好走。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危险情况正等着他们呢？这咋弄的呀？被石头砸的。什么时候砸的？你咋不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爬那个崖壁的时候，怕你们担心就没有说。当我发现的时候，它里面那个就是脓还有血都已经把他的拇指全是肿了，已经。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很可能会感染。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受伤了。忍着一点啊，忍着一点。看这都是白色的脓啊，我都心都疼，但是必须把这个给你处理好。那么，女兵唐露西的手指又是怎么受伤的呢？没路了，那我们怎么办？为了节约时间，我们从中间爬上去，行动！原来，为了把之前落水的时间抢回来，女兵们决定走一条艰险的道路，徒手攀登100多米高的悬崖。当时攀到半中央的时候，上面的战友不小心踩落一块石头，正好砸在我的大拇指上，非常的痛，还流了很多血。不光山高壁陡，松动的石头也是暗藏的危机。唐露西的手就是被这么一块小小的石头砸到。不过，为了不耽误战友时间，唐露西就这样悄悄地瞒住了自己的伤情。我不能给大家拖后腿，我想的只是要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为大家取得荣誉。踩着，等一下，我先踩稳的。可以的，这是我的。你先往上走。哎呦我的妈！哦天哪，终于上来了，害怕吗？当然。看一下你爬多高？看。大家刚刚都表现不错啊，我们继续前进。就这样，女兵们爬上了他们此前从来没有征服过的崖壁。接下来，他们将要进入最后的侦察科目，那就是接近蓝军阵营，对其进行伪装侦察。把绳子拿出来。绳子。我们前期在侦察点位这一块，就是结合蓝军，我们前期给他们一个蓝军的一个坐标，这个坐标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侦察点位。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侦察阵地，下面我把任务分工一下，由唐13到，带杨柳到，刘畅到，唐露西到，你们4个开始伪装，而后展开布设，其余人员在侦察阵地进行警戒值守，行动。报告班长，迷彩油也冲走了。没事，地上不是有牛粪吗？用那个也可以。行动。是。天啊！真的抹牛是吗？不是
了，不可能嘛！太崩溃了，是不是很臭啊？应该还好，不会进嘴吧？使用牛粪进行伪装，这无疑对女兵心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不想，太恶心。你要不然就我带头可以吗？我们一起。你敢我就干，可以吗？你真的敢吗？我敢。怕什么？早晚的事儿。要不了，快点，我给你抹。利用牛粪充当迷彩油，完成伪装后，女兵们将要布设好传感器，监测蓝军阵营12个小时的动态，将数据传回，最终交由裁判组来判断数据是否吻合。要将探测器安装在我们的监测方向。报告，经查到敌人员车辆活动信息共计31条，与回传至终端，是否测为进行证？数据已接收，按原路线撤回，注意消除痕迹。经历了各种危机时刻，想过放弃的念头，但这群20出头的年轻女兵最终坚持到了最后。这次模拟实战考核也让他们看到了自己在未来训练中需要提升的方向。那么，女兵班收集到的数据最后是否与考核结果相吻合呢？考生同志，女子实战班这项任务完成，请起身。稍息。身。同志们，小心！此次侦查任务，女子侦查班共计用时34小时27分钟，传回数据13组，经核实，数据准确无误，成绩判定为优秀，完毕。进来。是。